这辈子能跟你死在一块儿，值了。死后才知道他是下凡渡劫的仙君。此女与我有因果，也带回上界吧。于是我从战功赫赫的女将军，变成了九重天的洒扫侍女。后来晋北川的未婚妻把我扔进了神魔井。晋北川，救我！失去意识之前，我听见晋北川的声音。死了就死了，一个凡人罢了。人人都以为我死透了，但是他们没想到，我竟带着一身杀戮鲜血爬回来了。九重天高高在上的神，也会怕死吗？听说了吗？那个凡间带回来的侍女死在神魔井了。死得好，那种凡人想成仙，不知要付出多少努力。他这么轻松就能飞升，居然不知感恩北川上神。谁说不是呢？北川上神住的可是逍遥谷，仙气浓厚，咱们想去还去不了呢。他倒好，还敢惹神女不快。魏巡啊，你说你在人间是个女将军，如今你死无葬身之地，这剑我就埋在树下，也算你入土为安吧。逍遥谷从不缺伺候的小仙，少了一个魏巡，并无特别。将军，没剑了，援军也不会来了。大周的将士，只有战死的魂，没有跪着的骨。晋北川，怕不怕？能与将军同死，北川死而无憾。魏巡，你护佑大周百姓，于人间有颇天功德。按理说，你下一世本来应该托生于富贵人家，平安喜乐，顺雷一生。那为何我还没去投胎？但可惜你被带去了上界，洗出了凡胎，你没有下一世了。晋北川刚刚咽气，天边突然绽放霞光，玄鸟长鸣，枯树开花，天降甘霖。而我身边的晋北川褪去一身皮色，万千霞光围绕他身周，眼中金光闪烁，云雾缭绕。片刻后，天雷滚滚，晋北川提剑迎上，在轰鸣雷声中彻底脱去肉体凡胎。恭迎北川上神渡劫归位！恭迎北川上神渡劫归位！我本来要死的，可晋北川归位之时降下的甘露，化解了我身上的致命伤，甚至手上习武多年留下的茧都消失不见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意识到，他不再是我青梅竹马的未婚夫，而是高高在上的北川上神。此女与我有因果，也带回上界吧。只因这句话，我从战死沙场青史留名的女将军，变成了九重天籍籍无名的洒扫女仙。九重天的日子真不好过。晋北川，我想见你，问问能不能让我走。可在这等级森严的九重天，我连靠近你的资格都没有。魏巡啊，别看了，在人间待了几十年，对神仙这漫长浩瀚的寿命来说，也不过就是一眨眼的功夫。北川上神下凡渡劫的次数多了，见过的凡人比这树上的叶子都多，能顺手把你带上天，在那位看来已经是天大的造化了。瞧瞧老树我，修行了整整800年才飞升，如今
不也就在这儿守着个院子吗？有时候我会想起人间，梦里大漠狼烟，风沙滚在脸上，带着粗糙的沙砾，而我提剑纵马，马蹄声阵阵，死去的同胞面目模糊，跟我背道而驰。再见到晋北川，是南极仙翁寿辰时，我被抽调迎宾，他携未婚妻而来。路过一眼，眼神平静，毫无波动。倒是身边的司音神女，美目在我身上停留了一瞬。这就是你在凡间带回来的女子。听说在人间是位女将军呢，怎么修行如此不济？真是给逍遥谷丢脸。凡人没有慧根，能成仙就是造化了。真是运气好，碰上北川上神，不然早就在地府轮回了。就是，多少人苦修无果，他这种废材竟然也能成仙，9重天的门槛真是越来越低了。对我来说是翻江倒海的风波，对他们来说，真的只是随口一说。上神目下无尘，哪里会在意这些蝼蚁般的非议？我只是突然想起，凡间帅帐议事时，晋北川总等我分配任务，那时他是怎么说的？魏巡将军天纵英才，能跟将军上战场，北川虽死无悔。我也努力修行过，但地仙想要进益，实在太难。这里天才地宝随处可见，司音拿仙丹未秒，而我这种低级小仙，若无故触碰，便是死罪。别费劲儿了，魏巡，你也太天真了。只有先天神胎才能修行，咱们这样的地仙上了9重天，这洒扫的活计就是终点。我不信。老树，我当年在人间修行800年，做了数不尽的好事，攒了一身功德，才换来这成仙的机会。结果呢，因为长得好，被司音神女挑中，送来这儿当个警官，一动不能动。一辈子困在这方定院里，不寂寞吗？树嘛，叫长在哪里都行。但我不行，我魏巡，从不认命。我参与了几次除魔驱邪的任务，凑齐了领取仙丹的功德。这仙丹，我一定要拿到。我想要一枚洗髓丹。地仙用洗髓丹没用，一枚洗髓丹洗不尽你身上的浊气。你不如换增寿丹，你们地仙寿元有限，大家都来换增寿丹。毕竟寿元一尽，可就是魂飞魄散。就洗髓丹吧。自寻死路，是不是自寻死路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大周的将军魏勋从不苟且偷生。可惜这枚洗髓丹我没吃到。还给我！哼，你想对我的灵宠做什么？他抢了我的洗髓丹。不就是一枚洗髓丹，你一个地仙吃了有什么用？这可是上层养颜丹，赔你，便宜你了。你去天之崖杀100个魔物都换不回来。养颜丹，地仙用后外表就不会再衰老，哪怕老死了，外表也是青春貌美的样子。但我只想要那枚洗髓丹。因祸得福，这下子你就不会老了。老树，我已经很老了，树叶一年比一年落得多，
这丹药送你吧。我寿元快尽了，吃了也没用。神女不让我随意出去，也不准我去天之崖除魔仙丹。我就像这院子里的假山盆景，长到哪儿死到哪儿。成了仙，反倒不如在人间做棵野树自由。魏巡，我要是先天神树就好了。听说西方界有一棵神树，连上神见了都要行礼，一树就是一界，多好！阿寻，记住喽，往后将相宁有种乎？凭什么他们生来富贵，我们就得死在风雪里？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。原来九重天也是这样。瞧见没？就是他，居然为了枚洗髓丹想去攻击司阴神女的灵宠。该不会觉得跟北川上主有因果就能耀武扬威了吧？一个没有修行的地仙，竟然想去攻击司阴神女的灵宠，真是不知感恩。要不是神女大度，她这种女人怎么可能留在逍遥谷？早该打碎灵根扔下界了。凡是我打扫的庭院，都会出现问题。地仙考核，我拿不到名次；天之崖除魔，我也会被派去做最危险又最没有用的工作。得罪了神女，在九重天寸步难行。魏勋，你这位置最危险，但也最能报效神女，好好干啊！他都不需要亲自动手，我就灰头土脸。夜里，太阴星君赶着车从天际飞驰。不是白天不救你啊，你就不能忍忍吗？唉，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。你忍上几十年，大家也就忘了这事，何必跟上仙硬碰硬？这寒池水的滋味，舒服吗？不舒服。寒气入骨，你本来根骨就不好，这下更没救了。别说我不讲义气啊，这是我唯一的洗髓丹，好歹能给你驱寒，驱寒，别真死在这儿。救命的药，地仙得攒几百年，这九重天的命分了3、6、9等。这气息真熟悉啊！原来晋北川还记得我，悄悄放下一枚仙丹，却又留下气息，做好事不留名，想让我继续感恩戴德才对。出来吧，我知道上神没走。阿寻，你变了，你不该这样跟我说话。跪下谢恩吗？你不要跟司音作对，她是东方木界的神女，背后的势力深不可测，你得罪不起。上神竟然还记得我，真让我受宠若惊。阿寻，我待你成仙已是尽礼，你要明白我的难处。司音性子傲，他不许我跟别的女仙接触。阿寻，你以后安分守己，不要闹得太过，不然真出了事，我也护不住你。你就留在逍遥谷做个普通小仙，增寿丹我会定期给你送来，保你长生不老。以后你别给我添麻烦。长生不老？北川从没问过我想不想成仙。九重天虽好，但我未惜不屑于此。我是大周将军，只能站着死，不能跪着活。晋北川以为之事做得隐秘，但逍遥谷愿意为司音做事的神仙多如牛马。第3日，天之崖除魔，我被队友背后偷袭，得罪了神女，还想在天之崖除魔，在这儿死了就说被魔物吞了，上神绝不会追究。再睁眼，司音居高临下的看着我。贱人，竟然敢背着我勾引北川上神！你以为凡间几十年相伴，你在他眼里就独一无二了？像你这样心思多的地仙，我见得多了。司音抬手，2道白光奔我而来，没入我胸口。刹那间，仿佛一只手抓住了我的心脏，狠狠收紧。激荡之下，我一口血喷出。真是废物！我不过随手而为，就能要你的命，恬不知耻的东西！再敢私下见北川，我就让你灰飞烟灭！哼！锦儿，给我啄瞎他的眼睛！
我脸上的血激起了他的兴趣。锦儿，把他身上的肉一片片撕下来，今晚给你加餐。神女，北川上神快到了。好了，锦儿停手。一会儿就说这个地仙为泄私愤攻击了锦儿，才惹得锦儿被迫反噬，明白吗？对，就这么跟上神说。攻击神女灵宠，活该受伤，上神也保不了他，带回去陈寒堂思过吧。如果有比你厉害的人硬说你做了错事，那你最好是真做过，不然你就白挨罚了。神女，小仙知错了。现在知道认错了，晚了。小仙以后再也不敢了。神女，我有一枚北川上职在人间留下的玉佩，那是上神唯一的旧物，交给神女抵罪可以吗？拿来看看。神女，你看，我的脸！就算灰飞烟灭，也只能换个畜生。我要你永世不得超生！白痴，肩上有煞气，这辈子你脸上的伤都别想好了。我特意在断剑上融了一枚魔物的内核，日日贴身，忍受煞气侵蚀，就是为了遇到这种时候还能拼死一搏。司英，这是怎么了？还不都是你那个人间带回来的未婚妻？她入魔了，还伤了我。死了就死了，一个凡人罢了，只要你没大事就好。神魔井也不知道怎么了，翻腾200年了。我听说，自从那个入魔的地仙落进去，神魔井就不太平。一个地仙还能翻出什么花来？就是呗，快点收拾吧。今天北川上神和司阴神女来除魔，我要去看看，没准还能捞点好处。我也要去。神魔井有什么好收拾的？还能有魔头从神魔井爬上来不成？你说，今天是谁来除魔？魔物？这怎么可能？神魔井出怪事了！爬上来的，自然是我这个莫名其妙成仙又无辜被害的倒霉蛋。怎么不说话？今天是谁来除魔？是北川上神和司阴神女。北川、司阴，原来还是这2位老熟人。魔物，我要跟你同归于尽！既然不知道叫什么，那就叫你阿紫吧。阿紫，你说地仙跳下神魔井会怎样呢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会死。真的吗？神魔井之下到底有什么，谁都不能确定，只说会死，岂不是有些不严谨？这样吧，我们把阿紫扔下去，看看他是否会死。哎呀，失手了。阿紫，你这个大魔头，你居然真的把他扔下去了！行了，还没哭完，问你个事儿。尊者想问什么事？尊者，这奇奇怪怪的称呼让我想笑。地仙不是都有传讯符吗？你怎么不捏传讯符通知上仙过来？传讯符那是上等宝贝，太贵重了，地仙想要得靠去天之甲除魔积攒积分才能兑换。九重天真是一日不如一日，以前还装样子，现在连这几张破符纸都要从这些地仙身上克扣。也是，那些道貌岸然的上神们，为了维持这仙界的排场，日子想必也过得紧巴巴的。阿绿，你说刚才被扔下去的阿紫，现在是死了还是活着？阿绿，你说如果我们一直不去看井底，那阿紫现在是不是就处于一种一边死着一边又活着的状态？不死不活，永生不灭。上神们求了几万年的长生不老，不就是这个境界吗？不如把那帮高高在上的上神全扔下神魔井，
大家都不去看结果，这九重天不就全员永生了吗？阿绿，你放心，你是我回九重天第一个见到的人，我不会把你扔下去的。谁让你假惺惺的？你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！咱们聊了这么久，还一起经历了阿紫的人生大劫，这过命的交情，怎么不是朋友？你胡说！你甚至连我叫什么都不知道。名字不过是身外之物，你以后就叫阿绿吧。好，我叫阿绿。乖，走吧，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北川上神和司音神女是怎么出魔卫道的。200年了，这副虚伪的景象真是一点没变。大家加把劲儿！只要耗尽魔物的煞气，北川上神就会出手收服。杀！拿了几分换仙丹，成了上仙就再也不用回这只鬼地方出魔了。阿绿，你瞧，那2位上神就在树上站着，手指头都不动一下，非要地仙拿命去舔。地仙这么弱，万一死光了，北川和司音岂不是亏大了？你不懂，上神要是现在动手了，哪还有地仙立功的机会？立个功不容易，天之涯除魔是地仙唯一的出路。我们寿元有限，想待在九重天就得换仙丹，想换仙丹就要出魔兑换积分。哎呀，做地仙到底有什么好呀？能成仙还不好？地仙再修成上仙，就能与天地同寿，享万年福喽。这就是好吗？阿绿，你说地仙真的能修成上仙吗？当然。但是这些年，有谁修成了呢？你亲眼见过有谁修成了吗？哪怕是一个名字。反正就是有，大家都是这样说的。懂了，跟阿紫现在是生是死的情况一样。你别胡说八道，你这个大魔头！怎么会胡说八道呢？阿绿，曾经的我也跟你们一样，是个卑微如草芥的地仙，受过这穿心的煞气，还被你们高贵的上神亲手推下过神魔坑。北川、司音，午夜梦回的时候，你们有没有一瞬间想过，那个低贱不堪的魏巡会从地狱里爬上来找你们？大概是想不起来了。跪下！不愧是东方木姐神女，司仪神女真厉害呀！北川战神也厉害，不愧是上神。未受伤者回营复命。被煞气所伤的地仙，全部留下。完了，要检查了。紧张什么？你不懂，这几年煞气太邪性，只要被碰到，就有可能被侵蚀，变成魔物。这些年，好多兄弟都没能从这一关走过去。地仙会变成魔物吗？不知道，兴许会变成魔物吧。魔物？那魔物到底是什么呢？你不就是魔物，还来问我？是啊，我不就是魔物吗？魔物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？阿绿，给你一个抢答的机会。阿绿不理会我，眼睛紧紧盯着前面的清扫战场的地仙。未受伤的地仙撤走，剩下一群被煞气伤到的地仙等着最后裁决。司音，当年我留在你脸上的那道煞气，这200年过得挺不痛快吧？你越是不痛快，我就越是痛快。你还有你们这几个煞气入骨，没救了。剩下的人走吧。诸位辛苦，回去领取积分吧。上神，我等该如何是好？神女，上神救命！我们只是受了点伤，还没有入魔，求求你们救救我们吧！生死有命，你们修行之时就应当有这个觉悟。可是我们没有入魔呀！煞气入骨，迟早会入魔。好了，北川，跟他们废什么话？反正都是要死的。什么？神女，你这是何意？原来我自爆都换不下这只白毛畜生的命。这是为何？
为什么神女要攻击他们？我的内丹，不！要不是魏勋那个女人当初带着煞气伤我，我根本不需要用地仙脏插的内丹疗伤。他果然是一点苦都吃不得。那日我那一剑的煞气，只要他肯损耗修为闭关排毒，本不会到这一步。魔物，神女入魔了！天哪，这根本不是在除魔，这是在以仙养魔！北川上神，你看一眼啊！神女已经入魔了！北川上神，你就眼看着魔物杀人吗？司音，快点！也是，他是他的未婚夫，怎么会不知道他入魔了？地仙入魔就要死，但如司音这般的神女就不一样了。天子犯法，怎能跟庶民同罪？知道了，锦儿，动作利落点，把剩下那几个也处理了。住手！你这点本事，还是惜命吧。什么人？魔物，竟敢闯天之涯除魔阵！魔物？原来高贵的东方木界神女也知道自己现在是入魔了。司音，别这么看着我，论起这满身的煞气，咱俩现在也算是一族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啊！神女大人，怎么还攻击起自己人来了？这魔物竟然生了神智，能开口说话。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跑去九重天叫救兵！就说司音神女入魔，正要判出天界，杀人灭口！快去告诉那些上仙，司音到底是怎么疗伤的。北川哥哥，多谢了。这些见过我脸的地仙，死有余辜。还有这个魔物，北川哥哥，快把他也杀了！被人知道，我们就全完了。你从神魔景之下上来，不然呢？上神自诩救世主，除魔未到，怎么到了自己身上就做不成了？神女入魔，不是也应当被处死吗？处死我？你这辈子也没搞清楚自己的身份，你凭什么与我相提并论？我天生神胎，上神之躯，我父亲是高木之主，我不过是入魔杀了几个地仙，能用他们的命压住我的魔气，那是他们几辈子修来的福气。你一个阴沟里的魔头，有什么资格来质问我？除魔未到，人人有责，杀你这种妖孽，我辈义不容辞。怎么可能？魔头降世，杀了16个地仙，还重伤了司音神女。速来支援！速来跑得支援！真急啊，北川，你不是怕打不过我，你是怕我身上的煞气勾起司音体内的狂性，让他当众露馅吧？哼，上神原来也会怕疼怕死。阿绿，回魂。为何如此？为什么神女会入魔？为什么他们会杀死那些无辜地仙？这都是为什么？阿绿，还记得我刚才问你的那个问题吗？魔物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神魔境之主封在依烂煞气，噬心之主除魔未到，将其封印在天之涯。可是，为何高高在上的上神也会入魔？哪有什么天生神胎，哪有什么上古魔神？阿绿，神魔境下没有魔物，只有万千地仙永世不得自生的尸骸。九重天上神永生不灭的秘密，就在神魔境之下。看到了吗？那永远不散的浓郁灵气，根本不是什么上苍恩赐，那是地仙被敲骨吸髓后的血肉啊！天道之下，哪有高低贵贱，哪有高人一等？不过是一群欺世盗名之辈，窃得天机，对后来者敲骨吸髓罢。阿绿，咱们有缘再见吧。流影石是我在神魔级下200年改良出来的，
想毁掉。做梦！我倒要看看，司音入魔杀害地仙的事暴露，这九重天还怎么维持你们那高不可攀的体面？师父，你不是死了吗？呸！你才死了呢！我看你就是瞎寻思，睡糊涂了，还上天入地变神仙呢。你要是有这个本事，能不能动动手指头，把关外的北狄人都变没啊？这一切都是梦。晋北川呢？晋北川在哪儿？哪有什么晋北川？我的副将，那个跟我自幼一起长大的晋北川啊！你不会被北狄人打傻了吧？阿雪，咱们这支先锋营哪来的什么副将啊？师傅，名册里为什么没有晋北川的名字？他是跟我一起长大的，他是副将啊！阿雪，我再说一遍，咱们先锋营里从来就没有什么晋北川，你是不是练功走火入魔，练出异症来了？师傅活得好好的，晋北川却查无此人，到底哪边才是梦？如果是梦，为何这里的风沙味道这么真实？朕要见此摘星台，遍览长安美景。陛下，那军费建了高台，自然就没有军费，让边境那些人自己想办法。保家卫国，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看什么呢？当今圣上圣明，把建高台的钱全给了咱们边疆。去年冬天北狄人打过来，咱们兄弟吃得饱穿得暖，一举就把他们揍回了老家，收拢了残兵。他们现在屁都不敢放。高台没建，军费也够了。等春天雪化了，老子就带你们打进北狄人老巢，把那些边疆百姓全救回来。这几次游击战打下来，这里的血是热的，疼是钻心的。可能九重天和晋北川真的只是我临死前的一场大梦吧。世上怎么会有神仙？哎呦，阿雪，还没打到北狄老巢呢，你就被这风沙迷了眼。师傅，阿寻那是舍不得咱们边疆的草场。我看他是想回长安吃桂花糕了。阿寻姐，等打完这仗，咱们让师傅带咱们吃遍全城。一个个歪歪扭扭长这么大，就知道吃。等进了王庭，请你们喝最烈的酒。师傅，您说皇帝这次真的会一直支持咱们打到底吗？那是自然，当今圣上圣明，不仅免了徭役，连军费都1两不少。阿寻，咱们这仗赢得痛快。哪儿来的人，竟敢惊本公子的驾？师父息怒，小徒鲁莽，还请恕罪。这种人，我想杀就杀，留他一命以示开恩。阿寻，别犯异症了，整军出发。这样的人会成为明君吗？我想杀就杀。师父，师兄，师姐，我回来了。师父，你说人一定要求真吗？傻孩子，什么真真假假？你眼见之物就是真。你瞧，咱们打赢了，兄弟们都在，这不就是真吗？师父，你错了，真就是真，假就是假。一场美梦，我未寻，不做也罢。阿雪，你在干什么？阿雪，你一定是被北狄人的邪术面住了，醒醒吧，我们不怪你，快把剑放下。这就是人生最痛苦的酷刑，为我织一场美梦，让那些遗憾全都在这里圆满。阿寻，过来，到师父这儿来，别怕。师父，即使这是梦，我也不愿醒来。这虚假的仁慈，我未寻，偏不要。神魔井下的根本不是魔物。原来所谓魔物，不过是昔日神族被封印的尸体。天生万物，万物有灵。当年古神占尽灵脉，
被推翻后，这帮新神霸占了五行之力，就成了高高在上的主。可他们怕极了这些古神的煞气，舍不得损耗自己的神力去封印，就设了这大祭坛，把无辜的地仙丢下来当祭品。这世上哪有什么魔物？所谓除魔，不过是让他们亲手杀掉这些在井底失去神智的同胞罢了。神魔本就一体，是神是魔，不过一念之间。魔头，魏巡，你有种就给我一个痛快！别以为你救了这帮废材就能翻天，九重天不会放过你的！将军，这货嘴太臭了，不听话就扔进祭坛吧，反正多他一个祭品也不多。全听将军的。这200年，我救下他们，带着他们解开了祭坛背后血淋淋的真相。除魔未到的神成了为祸世间的魔，这世间之事，当真是讽刺到了极点。将军，这个紫衣服的怎么处理啊？别的地烟都是被九重天那帮人当祭品扔下来的，唯独这个阿紫，他是将军您亲手扔下来的第一个，总归不能就这么放回去。等他醒了，先带他去看刘影石，让他瞧瞧他效忠的上神是什么嘴脸。若他还是不开窍，就送他去织梦，在那儿当个清醒的死人。想起在上面见过的阿绿，他肯定以为阿紫早死透了。等哪天杀回去，我倒要当面告诉他，不仅阿紫没死，这些年被他们舍弃的地仙都没死。这都要多亏将军带我们在万年神谷的煞气里活下来。魏巡，你根骨不行，肉体凡胎也敢肖想仙道，真是不自量力。肉体凡胎不自量力，可他们这些先天神胎，也不过靠着蚕食地仙血月高人一等。司音怕苦，一点煞气就能入魔。万年煞气又如何？我这肉体凡胎，照样守得住心性。可见这所谓的高贵血脉，也不过是块遮羞布罢了。先行者霸占高位，后来者任人宰割，这公平啊！只握在少数人手里，却活在大部分人的嘴里，真是可怜。五界之主根本不敢下来看，他们只知道一味往里投祭品，除了地仙，甚至连普通凡人也不放过。这祭坛早被我毁了，这些溢散上去的煞气，可是我特意为你们准备的惊喜。你们窃取五行之力，怕这神骨怕得要死，我却不怕。我倒要看看，等你们失去神力那天，这高高在上的架子还能不能端得住？听说了吗？那水幕上的影子，司音神臣真的亲手杀了那么多地仙，那还有假？没看北川上神一直帮他掩藏吗？那魔头出来的时候，我亲眼看见他们跑得飞快。传吧，传得越疯越好。我看这九重天还能捂多久？真是可怕！司音神女入魔了吧？不是说神女天生神体，长人间草木生长之力吗？那可是生机之本，怎么会惧怕煞气？九重天打算如何处置神女啊？要是连神都成了魔，咱们这些小仙还有活路吗？人心可用啊！这些弱小的力量汇聚起来，一样能掀翻你们的神坛。当年扫地扫了这么多久，这谷里的每一寸暗门，我闭着眼都能摸清楚。这位道友，寒池边的老树何时移走的呀？老树寿元到了，前段日子就被司音神女叫人挪走了。老树我呀，修行了800年才飞升，800年苦修，飞升上界，最后就落得个被当成盆景景观。老树，这九重天真的给了你想要的东西吗？这是我的剑。老树，你可真是棵蠢树，飞升了也不学聪明点儿，挪个窝都不会，就为了守着一把破铜烂铁。谁派你来的？鬼鬼祟祟，在这挖什么？北川上神别来无恙啊！阿寻又生出幻觉了吗？这次的阿寻怎么看着这么真实？阿寻，你还是恨我对吗？你也该恨我。我费尽心机带你上九重天，原本想让你长生不老，却终究还是护不住你。就算我助你成仙，也抵不过后来我对你的伤害。
对吧？早知如此，当初我就不应当带你上九重天。你该不会觉得助我成仙对我是大恩吧？这可真是太好了，知道你们过得都不好，我就放心了。我知道，我不应该弃你于不顾。当初司音他……你错了，你不该不问我的心意，就擅自决定带我上九重天。魏勋，世人都想长生，这种机会千载难逢，你能得到难道还不够？我虽对不住你，却也是真心实意为你好。为我好？北川，成仙有什么好？永生不死又有什么好？我在人间对得起大周百姓，我是铁骨铮铮的英雄，为何死后非要在这九重天上跪着受人欺辱？这九重天繁华空洞，对我来说还不如那大漠里的风沙。你帮我成仙，可问过我愿不愿意？如你们这般道貌岸然的神仙，这种恩情，我不屑于此。我魏巡从不贪图功名利禄，也不贪恋长生不老。我求的从来只有4个字：无愧于心。北川，你们做上神的是不是都这样自我感觉良好，以为人人都觊觎长生，想成仙，想富贵？我告诉你，我不是。这世间千千万万跟我一样的凡人都不是。你是阿寻，你真的没死？阿寻，你告诉我，这不是心魔，也不是幻想，对吗？北川上神当然不是幻想，是不是很失望？没想到我还能从神魔河里爬回来。阿寻，你入魔了！这世上入魔的人多了，司音神女近来可好？她脸上的疤消下去了吗？原来那日在天之崖打伤司音，在水镜留影的人，竟然是你！阿寻，你糊涂！听我的，不要再这样执迷不悟。入魔不是好事，你这么做为九重天所不容，大道3000都没有你的容身之地。你若再执意杀戮，等到事情闹大，便是我想帮，也帮不上你了。帮我？人间我与晋北川是并肩作战的战友，是自幼定亲的亲朋，但在这九重天上，高高在上的北川上神与我魏巡并无半分瓜葛，不是吗？阿寻，你何必如此自轻自辩？听话，跟我走。这一次，我定能护你周全，不再让你受司音半点委屈。跟你走去哪儿？继续在你的逍遥谷里扫地，还是去你的后花园当个警官？你先散去这一身邪逆的修为，同我去南方火之界。我已借得无根之火，足以驱除你体内的煞气。等你洗净铅华，我再送你下凡投胎。100年之后，等你这一世终了，我接你回九重天，许你一个仙位。什么狗屁九重天，我魏巡从未放在眼里过。北川，既然你是这九重天的战神，那就同我过2招，让我看看你们这些道貌岸然的神仙到底都是些什么成色的货子。阿寻，你不要执迷不悟，我早已得中原土之界传承，你这点煞气修为根本不会是我的对手。我真的不想伤你。如今可不是你伤不伤我的事情了。天族战神也不过如此。等着吧，我会将你们一个一个送入地狱。不过我要你们这些欺世盗名之辈，死在万人唾骂之后。小女司音受魔气侵蚀，误入歧途，为平息九重天之乱，全公义之名，本作今日当众大义灭亲，处死逆女。神女，北川呢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？北川怎么还没到？北川上群许是有要事，耽搁了。要事？还有什么事比本宫的死刑更重要？一群废物！北川确实有事耽搁了，毕竟在那寒潭底下，他可没心思顾得上你。修行1000年的神，竟还不如我一个凡人强引煞气入体。什么战神，废物罢了。五行之主为了避嫌，只修自家仙力，单凭着木之力想对付我体内的万年煞气，简直做梦。这煞气
吞噬的越来越快了。阿寻，记住了，这人活一世，生死不在长短。要在临死前问问这口气憋不憋屈。人要是死得憋屈，这一辈子就算白活了。师父，这一招我绝不憋屈。本座教女无方，司音入魔后，本座日夜忧心，尝试万种法门想拉她回头，却终究回天乏术。如今既然纸包不住火，本座也只好大义灭亲，为了九重天安危，也为了木界永世安稳。去吧，司音，你这种从未受过屈辱的大小姐，这种场面一定比杀了你还难受。孽障！今日你我父女缘尽于此。障眼法救得了你的命，救不了你的疼。这份礼物，希望你能喜欢一辈子。木之主大义，木之主圣明。既然神女都伏法了，那包庇她的北川上神又该怎么处置啊？你疯了！木之主杀个女儿还不够吗？那可是战神，上神和地仙能一样吗？凭什么只处死神女？那北川上神一直包庇她，甚至还亲手杀地仙灭口，难道就这么算了？嘘，你疯了，在胡说什么呢？死了一位神女，平息众怒还不够吗？上神那可是天之骄子，怎么可能跟咱们这些蝼蚁一样的地仙一样对待？是啊，上神怎么可能跟地仙一样？你怎么又来了？阿绿，别这么惊讶，我们当魔头的向来都是这样来无影去无踪的。好久不见啊！怎么？难道你就一点都没怀念过当初跟我一起在天之涯冒险的日子？你们魔头真是够无聊的。走吧，阿绿，带你去看看这九重天演的最烂的一出好戏。尊者，祖宗，我可以拒绝吗？我一点都不想看，再这样看下去，我也要被这真相逼入魔了。行啊，要不我现在就把你扔进神魔井，让阿紫跟你做个伴儿，这样你就什么都不用担心了。北川去哪儿了？回主子，尚未见到北川上神的身影。混账！我儿受了这么多委屈，连命都差点舍了，他作为未婚夫，竟连个面都不露。早知道他这样狼心狗肺，当初真不该动用木界之力，助他夺得那中原土之传承。战神许是有要事耽搁了，毕竟如今天之家要事，这九重天还有什么事能比司音的命更重要？爹爹，乖女儿，忍一忍。爹给你准备了易容镜。都怪那些低贱的地仙，一群蝼蚁，竟然也敢逼我谢罪！这下好了，我堂堂木界神女，竟然只能靠着破镜子变换形貌，用地仙那种恶心的面孔示人。你且放心，先忍上几十年，等风头过了，爹替你做一场飞升假象，到时你便能重新恢复神女身份归位。我要今日在台下叫嚣逼我谢罪的那些地仙，通通都死！神女，刚才叫得最欢的那几个人都已经记录在内了。下一句，他们都会被派出天之涯执行除魔任务，到时候您可以亲自去处理。好，这些多嘴的东西，一个都别想活。北川呢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他怎么还不来接我？回神女，已经派了好几拨人去催了。北川，你怎么才来？你的脸色怎么这么差？出什么事了？修行出了一点差错，刚生过气，不碍事。来了就好。北川，如今司音明面上已经允祭，用不得以前的身份，就让他先去你的逍遥谷养一养，等风头过去。好。阿绿，瞧瞧这父慈子孝的场面，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不意外，早就猜到了。木之主是什么人？他可是出了名的护短，怎么可能真为了我们这几个地仙，就亲手杀了自己的亲生女儿？司音是他最宠爱的女儿，入魔算什么？
杀10几个地仙又算什么？不过是换个壳子，换个地方，继续让他逍遥自在罢了。这九重天从来就没给过地仙公道2字。北川，为了救我，爹爹把攒了1000年的宝贝都用了。等我养好了脸，你一定要风风光光的接我回木界。自然，你先安心在这儿养伤，没人敢来打扰。腻歪吧？算算时间，打进你胸口的那道煞气也该到发作的时候了。阿绿，惊心动魄的时刻到了，别眨眼。这煞气怎么会这么强？该死！要是现在被缠上，我也会彻底暴露。内丹，给我内丹！救命啊！那是四阴神女，四阴神女不是已经大义灭亲死在木界了吗？她怎么在这儿还成了魔？她成魔了！神女竟然真的成魔了！木之主，你不是说亲手处死了她吗？为何她会出现在北川上神的寒池？请给我们一个交代！他在怕，他怕这万年神谷不甘的嘶鸣，怕这千万地仙无辜的血肉，因果循环，这煞气就是他这种伪善之徒最大的债主。别让她靠近，她已经不是神女了，是魔，杀了她！曾经高不可攀的司隐，如今成了人人喊打的邪魔外道。你是何人？处死魔头！处死魔头！四阴神女如今入魔，九重天容不下她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当然是更多的祭品了。好，退下！都给本座退下！木之主，你这是何意？你还要公然包庇魔头吗？神女入魔，证据确凿。您口口声声大义灭亲，如今却又要将她藏起来，简直糊涂啊！难道上神入魔就不会危害九重天了吗？大家都知道，入了这神魔井，哪怕是上神，也绝无生还可。够了吧！本座已亲将他投入神魔井，你们还想要什么？这场戏我看得非常满意。看我！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父亲是东方木之主。木之主已经和你们的主子谈好了，送我下来只是走个过场，你们竟然敢绑我！我看你们是不想要命了。我们将军回来了，爹爹果然没骗我，说这井底有自己人接应，只要熬过这一阵，我还是高高在上的神女。魏巡哟，神女大人，200年不见，你竟然还记得我名字？神女大人真是好记性呢。当年在逍遥谷，魏巡送您的那一剑，神女大人至今可还满意？你个阴沟里的女人！将军说话，哪轮得到你这疯狗废将？你想做什么？我爹是木之主，他不会放过你的。司音，200年了，你难道就没想过，这神魔井下的人为什么不上去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封印啊！除了我这一身煞气能来去自如，这里所有的人都只能在永恒的黑暗里等待封印松动的那一天。我们实在等待太久太久了，久到快要发疯了。上神之血就是解开这万年封印的关键。恐怕你那位高权重的老爹都不知道这件事。若不是我这200年在煞气里求活，偶然创建了古神留下的传承，我也不会知道。所以我费尽心思在九重天布下死局，一步步逼你跳下神魔井。
多谢了。救命！爹爹救我！师父以前教过我，杀人要先诛心。思音，这就是你引以为傲的神胎血脉，它唯一的用处就是送我重回九重天。思音，你瞧，这因果报应多准！当年你要是没有害我入神魔井，兴许如今你还是那个万众瞩目的木界神女呢。慧勋，你敢杀我，我爹和北川绝对不会放过你，他们会把你挫骨扬灰。你错了，如今是我魏勋不会放过他们了。你们这些自诩救世主的神，也该尝尝被左右命运那种求生不得、求死不能的滋味了。思音，你就睁大眼睛好好看看，你那引以为傲的血脉身份是怎么被我踩在脚下的。封印解除了，随我杀回去！未曾被五行之力彻底化解的古神尸骸，成了我们对付五界之属最好的圣器。吾等必拯救苍生，以天下为己热。屠龙少年变成恶龙，这种老旧的戏码，却总是在一次又一次轮回。是那些消失的地仙，他们不是入魔被杀了吗？魔头，这些地仙全都成了魔头，快集结！真的是为了你。神台之上坐的，从来不是慈悲为怀的神，而是一群自私自利的虚伪小人。九重天高高在上的神，也会怕死吗？还在看什么？魔头杀上来了！地仙先锋也给本座冲上去，用你们的灵力耗尽这些杀气！去，这是你们成仙的本分。我们也是为了救国救民才飞升的，凭什么要给他们送死？爱是善行换来的，就是给他们当牺牲品吗？快去啊！对抗魔物有功者，本座承诺，木界上神之位立刻空出3位，火界空出5位。只要你们冲上去，本座亲赐神级。看清楚了吗？在他们眼里，你们不是仙，只是明码标价的消耗品。还有水界上神之位也空出3位，只要你们杀了这魔头，立刻释放。3位真的能做上神吗？做成了上神，有了神力护体，是不是就再也不会被推出去送死，再也不会陨落了？大家别傻了，那都是骗你们的，根本不可能！什么狗屁上神位，那只是个等死的虚名罢了。只要这帮高高在上的主子还在，咱们就算封了神，也永远是他们脚底下的奴才。这些对我们敲骨剁碎的上神不死，咱们地仙永无出头之日。这九重天早就该被烧成灰烬了。北川，该收账了。北川，住手！北川，你，他想汇集五行之力。如今，我就是九重天之主。阿勋，过来。阿勋，我说了，这一次我定会护住你。北川，事到如今，你竟然还是如此虚伪。你想得到至高无上的力量，想当这九重天的主，这凭没什么错。但你偏偏还要为自己这一身血债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。北川，你可真是惹人发笑。不要不自量力，阿寻，我汇集了这天地间最纯粹的五行之力，
你区区凡人之躯，根本不可能是我的对手。不自量力这句话，我这辈子听到耳朵都起茧子了。可说这句话的人，后来都死了，你也不会例外。师父以前总说，这世上横的怕愣的，愣的怕不要命的。北川，我这样不顾性命引煞气入体的疯子，大抵就是那个最不要命的。阿寻，你疯了吗？只要你放下剑，你我联手，这天下权柄皆能收入囊中。这种万万人之上的尊儒，你为何非要跟我作对？因为我瞧不上你，北川，你这种烂到骨子里的神，让我觉得恶心。阿寻，我对你还不够好吗？魏寻，你疯了！若不是我当初费尽心机把你带上九重天成仙，你早就成了地府的一缕冤魂，哪有今日的造化？这种靠踩着地仙血肉换来的造化，我魏寻不要也罢。我早就说过，不是人人都像你这样贪生怕死想成仙。我求的从来只有4个字：问心无愧。天有阴阳，行于4时；地有5行，聚于9州。魏寻，得5行之力者，可成9重天新主。新主，这天地本就不该有主。吾乃天道。魏寻，功德圆满，你所求为何？原来5行之力不仅封印了那些神骨，还囚禁了真正的公道。魏寻，因你之举，5行重归4时，阴阳复还9州。从今往后，5行之力归于天地，这世间再不会有永生不死的神。修行之人为了那一线生机与天争命，可凭什么有人一出生就能毫不费力地拥有一切？因果已断，轮回重开。魏寻，你所求为何？所求，我求的大抵只是那一句凭什么。凭什么高高在上的神可以随手涂抹无辜之人的命格？凭什么心怀苍生的地仙必须在上界为奴为婢？这世上有太多事，我都想当面问一句：凭什么？天道许我一个愿望，我选了人间。回到过去，回到人间，我想打完那一场没有输赢的仗。那是晋北川的劫难，所以注定会输。而今，我想再来一次，没有9重天的虚伪因果，没有上神的随手涂抹，这一仗，输赢我都认。等等我，魏将军，等等我！你怎么也跟来了？神仙做够了，太憋屈，陪你回来打场仗不行吗？哎，你还没说呢，我那日在9重天水镜上，精不精彩，英不英勇？精彩，英勇。那是。走吧，阿绿。我不叫阿绿。魏寻，咱们都经历这么多了，你甚至还没问过我的名字呢。好吧，阿绿，你叫什么名字？